魏婴看到那些红狗舌和雪白獠牙的瞬间，便正在原地吓傻了一般，似乎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会有狗。在夷陵与狗抢食的记忆瞬间涌上来。他跑得快，这么多次没被狗咬到过，算是万幸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仍是经常想，那长长的獠牙刺进皮肉的疼痛，还会是多么难以忍受。汪呜！灵犬见魏婴一动不动，向前探了探，发出低沉的声音恐吓着。小魏婴回过神，方才蹲的手脚发酸，竟是一时动弹不得。灵犬见这小孩子不动，试探着又接近了几步，小魏婴可算缓过来了，却不敢拔腿就跑。他知道拔腿就跑反而会激怒他。魏婴颤抖着慢慢向后退去，忽然身后的树枝绊了他一下，小团子一个重心不稳，身体后倾，那灵犬一下窜了出来。小团子再也忍不住，飞快地向蓝氏跑去。然而不知不觉中，他已不知自己在哪里了。在孩童眼中，蓝氏整齐的规划如同迷宫，乍一看以为自己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其实不然了。小团子用了10成的力气跑，只是身上的衣服不必他平时的衣服那般轻快，更是加重了他的负担。快要散学了，蓝忘机却莫名其妙的心乱，窗外没有那团小小的影子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忽然他隐约听见了犬类的叫声，不由得心里一紧，正巧散学，他片刻也不等，直接冲了出去。蓝启人一愣，也跟了上去。汪呜！灵犬看着假山后瑟瑟发抖的一团，跟了上去。灵犬是开了智的，思维逻辑与10来岁的孩子差不多。之前看见那小团子便起心想逗逗，不料那小团子似乎真的被他吓到了，竟然摔了。灵犬有些懊恼，忙冲上去想叼着领子把人扶起来。然而他不过去还好，一过去，那小团子直接连滚带爬自己起来，也不顾方才摔那一下，受惊的兔子一般逃走了。别跑啊！再摔倒怎么办？灵犬不由得想起自家小主人小时候也到处疯跑。汪呜！等等！灵犬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，竟然连个小崽子都要跑不过了。呼呼！而那个跑得飞快的小团子也快跑不动了。他在街上有时替人跑腿换馒头，或者与恶犬抢食时练出了这腿脚，然而爆发力是有的，奈何不能长久。眼看着那黑亮的狗鼻就要碰到他了，小团子心里惊惧，泪腺发达，止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。碰巧身旁一座1人多高的假山，假山与墙壁之间留着一条窄窄的缝隙。小魏婴不管3七21，下意识地寻找高大的遮挡物，便向假山钻去。身后的灵犬急得团团转，这小孩怎么比自家的那个小时候还皮？钻到石头缝里也不怕磕了碰了。乌灵犬哼哼唧唧在假山前自己咬了会儿尾巴，还是跟上去，爪子向缝隙里抓着，想把人捞出来。不要，别！小魏婴努力缩到角落里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巨大的灵犬逆着光，猩红的长舌和獠牙泛上了阴森的冷光，狗眼悠悠地盯着他，比他2只手都大的雪白大爪子眼看就要够到他衣服了。他无路可逃了。求求你不要咬我！呜！小魏婴再忍不住，小脸一皱，彻底哭了出来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几乎要压迫胸腔蹦出来，浑身上下如同脚下潮湿的泥土一样阴冷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灵犬的头已经探进来了。电光火石间，他想起了昨晚一直环绕在身边的温暖和淡淡的檀香。以后我护你。想到这里，小魏婴竟然冷静了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咬就咬，死就死。这几天还能有这样被人对待的经历，值了。只是他舍不得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开始依赖上了那个漂亮哥哥。他那时自私地想着，要是能一辈子留在这里，留在他身边多好。可他又急急打断了自己的臆想，他怎能这么贪婪？他是个什么都做不了的麻烦虫，难道要人家哥哥照顾自己吗？可他真的太眷恋那温暖了。所以今天如果被这大狗咬死在这里也好。他不是话都不会说的孩子，他有判断能力，他隐约明白自己的爹娘到底怎么回事，只是不愿意去想罢了。如今死了，去找爹娘，这人间少了个他，少了个累赘。奇怪的是，想象中的痛苦并未出现在自己身上。
大灵犬总算在抽抽搭搭的小团子身上看出了恐惧，明白了那奶团子并非是同他玩耍，而是实打实的逃跑。他怕他。大灵犬蔫了吧唧的垂下头，俯身趴下，雪白的大脑袋搭在前爪上，委委屈屈的模样，眼睛湿润，眨巴眨巴地看着小卫鹰。小团子一睁眼就对上了眼巴巴的大灵犬。小孩子最有灵性，能感觉到大狗似乎并无恶意。大狗见他睁眼，狗尾巴摇得像朵花。看，别让，我不会咬你的，别怕。小卫鹰盯着大狗，一动不动。灵犬维持着匍匐的姿势向后退去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露出自己柔软的肚皮，爪子端着，显得憨态可掬。看，小朋友，我在和你玩呢，快出来吧，里面冷。灵犬的动作让小团子没那么害怕了。他毕竟没被狗咬过，只是实在被吓到了。而眼前雪白的大狗和外面的恶犬一点都不一样，不会冲他咆哮，也不咬他。而刚才在地上打滚的模样，更是让他想起了娘亲喂的几只刚出生的小野狗。也许他不打算咬我。小团子停止哭泣，抽抽搭搭地向外张望，犹豫要不要出来。呜呼，在灵宠中身材算得上魁梧的大灵犬毫无形象地追着自己的尾巴跑圈，鼻尖抽动着向小团子那边拱了拱。小卫鹰颤颤巍巍地想站起来走出去，奈何腿脚发麻，上半身刚钻出来，一个腿软，扑倒在地。汪呜！灵犬看到小团子摔了，瞬间毛都炸开了，也不管那团子还怕不怕它，叼着人的衣袖就把人拽出来了。呜，有没有伤到？却见小团子手脚并用的自己爬了起来，哆嗦着向后退了几步，一双大眼睛蒙着水雾，额头蹭伤了一块，看起来真是委屈的不行。咕噜恩，灵犬轻轻用鼻子小心地拱了拱，像猫一样咕噜着嗓子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友好。你不咬我吧？小卫鹰迟疑了一下，灵犬用毛茸茸的脖子蹭了蹭它绵软的脸颊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要咬我。小团子伸出小手想摸一摸灵犬的毛，刚摊开手却是一阵刺痛，手心柔软的皮肉被沙粒磨破，渗出着血丝，两只小手各有几处擦伤。小团子早就习以为常，不论是从前玩耍时还是流浪时，擦了碰了在所难免，他自然不把这点擦伤当事，双手一举，广袖便退到臂弯处。街上好多坏狗狗，它们总想着要咬我，可能是我抢了他们的食物吧。星号1，小团子嘿嘿笑着和大灵犬聊天，仿佛方才瑟瑟发抖的人不是他，殊不知另一边早已炸开锅。江城那日回去后，怎么想怎么不对，他怎么能就这么让蓝忘机把人抱走了呢？